家好，我是中医师庄佳颖。夏天到啦，我有些病人啊，夏天去海边玩，去东部玩，紫外线真的很强。如果呢没有注意防晒，下礼拜再回诊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哦，怎么变那么黑啊？那这一集呢，我们介绍夏季晒伤或是晒斑，那中医有哪些妙方呢，可以帮助美白淡斑呢？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呢夏天大太阳底下，很多人晒伤或是晒黑，老实说其实问题不大，比较要注意的是后续晒伤呢所引起的皮肤发炎的问题。一般日晒呢，可能因为强光的照射，出现一些急性的损伤反应哦，出现红肿，甚至有些时候会晒到起水泡，那就会红斑啊、脱屑啊。那甚至有些人晒到后来会觉得是说很痒，会有烧灼感、刺痛感。那你一直反复经年累月、日积月累的晒伤，反复的刺激皮肤的话，它就不只是发炎而已，就真的有可能会产生皮肤的病变哦。像是西方人或是皮肤比较偏白的白种人，他们一定要很注意防晒，因为呢，他们的细胞啊分泌的黑色素本来就比较少一点，那太阳照射呢就比较容易造成基底皮肤的伤害。那黑色素的作用其实是要保护我们的皮肤不要受到紫外线的伤害，所以呢你皮肤比较偏黑，黑色素多就可以防止这些伤害。那你如果说没有那么多黑色素啊，那你可能紫外线一晒就容易直接导致我们皮肤基底的这些刺激伤害没有办法修复的话，就可能甚至会产生黑色素皮肤癌呀，或是一些病变啊。那这种呢，白种人的比起黄种人或是黑种人，几率就比较高一点。像是开场提到的个案啊，年轻人真的没有防晒，一不小心就晒得很黑。可是你如果知道自己是日光敏感的族群啊，就要好好注意一下，不管去哪里就带个伞，注意防晒。那建议物理防晒跟化学防晒都要做好。那像我就是太阳如果很大的话，去哪里我就带着一个伞，那小小的放在口袋里面。如果阳光很大，赶快拿出来撑，以免不小心就晒伤了。但是呢，其实很严重的晒伤，中药也是可以处理的。我们中医认为说，这其实是一种火毒，其实你用修复皮肤的药啊就可以治疗了。我最常用的就是帮助体表循环的入营卫的桂枝汤，再加上呢滋脾阴、滋肺阴的药物，像是淡竹叶啊、生脉饮啊，其实晒伤很快就会好了。可是如果说它真的灼热感真的很厉害，就觉得皮肤好像被烧过一样，很刺、很痛、很热，那就再加上一点清胃热的石膏、清肺热的葛根啊、玉米尖啊等等的。那为什么要用一点清脾热、养脾阴的药物呢？因为脾主四肢啊，它可以帮助你四肢的皮肉长出来。那很多人晒伤了，就是脱一层皮，然后在四肢这边，我就觉得四肢好痒哦。然后我们可以帮助一下皮肤的修复，或是呢四肢的肌肉修复，让营养可以带上去皮肤这里。所以养脾啊、养胃其实也很重要。所以有时候我就用点玉竹啊、森林白术散啊、淡竹叶，这些都蛮常用的。可能1个礼拜呢，病患的皮肤就开始白一层回来。那晒伤呢，其实脱皮脱完很快就好了。那你想要再加强美白要怎么办呢？就是说我们中医有一个方子叫做2冬美白汤，那你可以去买一些天门冬啊、麦门冬啊，把它拿来回家，平常你的药膳啊，或是你的汤里面啊，就给它加点天门冬、麦门冬。熬来喝，那这些呢，其实都是一些养阴美白的处方，它可以呢帮助你，就是晒斑之后比较容易白回来。那你平常你就是不一定要有晒斑啊，你就是觉得说皮肤比较暗沉，你想要美白漂亮，也可以用这种养阴的方式，用天门冬啊、麦门冬啊，把它熬茶啊，或是煮汤来喝。那这样子呢，其实就是避免光敏感，然后又加强美白，其实很简单的食疗的方式。那
你如果想要更积极一点，可以做穴道按摩啦。其实我比较推荐就是入肺经跟阳明经的这些穴位，像什么合谷穴啊、曲子穴啊、血海穴啊、三阴交啊这些穴道。那不只是皮肤按摩，甚至是穴道在针对性的按摩，帮助你活化这些经络的气血，可以促进微循环，修复皮肤。那有些人就会问说，那我只有晒斑可以去按吗？如果是干斑，那我皮肤就是老了有斑，那这个可以按吗？那其实也可以啊，就是很多人就会说，其实我本来就有干斑，那晒完之后呢，干斑变得更多，这干斑加晒斑全部加起来都不知道是什么斑的，好多斑。那晒完之后呢，皮肤斑退不掉。那一年四季都会，可能不是只有夏天、冬天哦。所以其实说，你如果说你要淡斑的话，其实不管是什么斑啊，利用这种活络气血的方式，其实效果是比较好的。那当然呢，我们中医当然是会采用就是比较积极的内服药的方式啊，是化瘀，因为它其实啊，如果说斑一直累积在那里，它就不是一种急性期了，它是一种日积月累的。皮肤衰老的过程累积的伤害，那就不像是说急性晒伤之后红了之后，退了就没事。它其实是年纪大了，一直在累积紫外线、辐射线造成的损伤，皮肤一直受伤，然后黑色素一直沉淀，就变得斑越来越多。那你看一下啊，其实年轻人，尤其是小孩子在外面跑来跑去，晒完呢，其实你也没看到他长什么斑啊。那多数会在意这种什么干斑啊、晒斑啊，大部分还是轻熟女们、姐姐们会在意说，晒完斑就跑出来，或是说年纪越来越大，身上很多斑跑出来。那其实呢，这已经是有点皮肤衰老的因素在里面了。那这时候除了我们说活络气血要除瘀之外，我们还需要补肾。那基本上呢，像补肾，我大部分还是用地黄丸系列、肉苁蓉系列的药方，或是加点肉桂。我们中医说啊，心主血脉。那你如果让我们的养心啊这种方式，让循环变好，加上一点祛瘀的药，比如说像血府逐瘀汤啊，效果就更好。那有时候就用点丹参，丹参入心又活血，然后呢又养心。那搭配呢，我刚刚说那些淡斑的方法，效果会更好。不过呢，其实如果说年纪比较大了要退斑，其实就不会像晒斑一样会效果那么的快速。其实补肾的药要吃一阵子，像什么熟地呀，我刚刚说到的二冬啊，或者是说甚至是有一些养血的，像什么当归啊，或是化痰除瘀啊，像什么茯苓白术啊，全部都要一起来。那这样子呢才会比较快一点。再来就是呢，中医除了内服啊，还有一些穴道按摩的方式之外呢，也有一些外敷的处方，比如说晒伤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去打一下芦荟啊，芦荟抹在皮肤上面，这样子就可以很快的去治疗这些晒伤。可是呢，如果你真的很红的时候，再搭配一点清肺热的药，比如说桑叶啊、菊花啊、牡丹皮啊、大青叶，还有葛根、石膏这些入阳明经的这些东西，把它煮来喝。然后同时呢，药液呢哪一部分拿出来泡澡或是外敷，那晒伤呢这红会比较快退。那有些人呢晒伤到后来会很痒就会放点止痒药，像什么白藓皮啊、地骨皮啊、地肤子啊，这些都可以又清热又止痒。但是如果你真的很在意那个斑啊，或是说你就是想要美白的话，其实还是需要用点有美白成分的药。那中医呢最有名的美白成分的药就是七白膏，它是在太平盛会方里面收录的方子，配方呢就有白练、白芷、白茯苓、白及、白术、白附子跟细辛，其实选其中几种就可以了。我其实最常就是单用白芷，因为白芷呢是真的有美白的功效，而且还有解表的功效，可以促进体表的循环，而且入阳明经可以让我们整体的皮肤循环变好。可是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外敷的话，就还是把这些药材买回来，请中药房帮你打粉，打细细的粉，然后回家呢用水烩和，把它当面膜认真敷。那真的呢，持之以恒
疼、会淡斑、会美白。可是呢，注意敷完之后要避光哦，因为有些药材是光敏感性的，你最好是晚上敷一敷，然后把它弄掉之后去睡觉，不要敷完之后马上去晒太阳，那就觉得说，不仅没有美白，好像越来越黑。那因为这些药材有光敏感性，反而会让你更容易晒伤。那刚才说到这些清热组合药材啊，也可以拿来组合，比如说葛根啊，比如说天花粉啊，全部拿来混合在一起，拿来湿敷也好，效果都不错。再来就是日常生活中可以做一些什么？那你如果知道自己是很容易晒伤，或是你本来皮肤状况就不是很好的族群，你又不得不晒太阳，或是你工作的关系可能还真的得接受一点紫外线的暴露的话，还是建议要做好防晒，而且也可以加强皮肤的营养。皮肤营养状况越好，抗发炎反应越好。那我们最容易做的就是多吃点维他命 C 跟 B12的新鲜蔬果，可以减弱呢，对我们这皮肤紫外线造成的伤害，可以减弱它的敏感性，增强它的修复能力，也可以促进黑色素的消退。这一集呢，我们介绍晒伤。总而言之啊，不只是像食物啊，我刚刚介绍光敏性的食物，其实很多化妆品里面也有防腐剂，食品添加剂里面也有很多是光敏性的物质哦。那建议说，皮肤本来就很敏感的族群，当你知道你会从事曝晒的活动的时候，尽量减少这些有光敏性的保养品，也要避免食用有光敏性的食物，然后马上跑去晒太阳，这样呢就可以减少在日晒后留下黑斑的机会啊。大家喜欢汉医，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